各位朋友，现在还有人相信旧报纸擦窗最干净这种说法，真的是在交智商税。很多家庭主妇觉得老方法就是好方法，照着妈妈那辈人传下来的办法做，以为肯定没问题。结果呢，玻璃越擦越花，反而更难看。大家必须明白一个道理，以前的报纸和现在的报纸根本就不是同一种东西。现代报纸使用的是新型化学油墨，这种油墨遇到水就会溶解，在玻璃表面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油膜，牢牢粘在上面，根本擦不掉。而且现在的纸质越来越差，拿来擦玻璃就跟用砂纸打磨没什么区别，你费了半天劲儿，擦的手都酸了。当时看着好像挺干净，可是第二天太阳一照，玻璃上全是纸屑和一圈圈的水渍，看起来就像个大花脸。从风水角度来说，都影响你的运势。有些人觉得自己挺聪明，跑到超市买瓶蓝色的玻璃清洁剂，喷几下，那股刺鼻的氨水味道直冲鼻腔，让人难受得很。这种清洁剂挥发太快，很容易在玻璃上留下一块块蓝色的痕迹，看着更难看。其实根本不需要花几千块钱请专业清洁公司，也不用忍受那些化学气味的折磨。只要你搞清楚原理，厨房里就有比那些工业产品更有效的东西。而且算算这笔账就知道，超市里一瓶玻璃清洁剂要卖几十块钱，里面的成分大部分都是水和色素，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很少。我们真正需要用的主角就是你厨房角落里那两样便宜货，白醋和玉米淀粉。白醋是天然的酸性溶剂，专门对付玻璃上那层陈年油污。平时做饭的油烟飘到窗户边上，摸上去黏糊糊的，特别难清理。白醋一擦上去，你马上就能感觉到那些油脂的结构开始软化分解，顺便还能带走那股油腻的味道。最重要的是，白醋的酸味对蚂蚁来说就像警告信号，比你喷有毒的杀虫剂安全多了。至于玉米淀粉，它不只是用来做菜勾芡的。从微观角度来看，玻璃表面其实布满了肉眼看不见的凹凸不平的纹路，玉米淀粉的细小颗粒就像无数个微型吸尘器，帮你清除死角位置的污渍，顺便填平玻璃表面的毛孔。很多人担心加了粉末会变成浆糊，其实只要控制好用量，完全不会出问题。等它干透之后，淀粉会在玻璃表面形成一层透明的保护膜，就像荷叶表面那样，雨水打下来会自动凝聚成水珠滑走。这层膜还有防静电防雾的功能，效果可能比你花几千块钱做的汽车镀膜或者全屋装修后送的纳米涂层还要好。有时候真的不能怪别人，谁让你还拿着破了洞的旧内衣或者已经发硬的毛巾来擦窗户呢？你以为省了买布的钱，其实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旧棉布结构松散，一擦就掉毛，摩擦产生的静电还会吸附周围的灰尘，越擦越让人烦躁。告诉你一个秘密，真正的清洁高手从来都是用双布配合法，不用像专业清洁公司那样搞得很复杂，去日用品店几十块钱就能买到。第一块是超细纤维布，表面有细密的绒毛，负责湿擦，像魔术贴一样能勾走泥土和灰尘。第二块是鱼鳞布，表面是菱形格纹，专门负责干擦收水，做到完全没有水痕。重点来了，记住这个神仙水的配方，准备半盆温水，注意不要用热水，温水就够了。倒大约100毫升白醋进去，再加2汤匙玉米淀粉，记住是2汤匙，不要贪心加太多，用手把它搅拌均匀。你会看到这盆水变成像米浆一样的乳白色，手感有一点滑，闻起来有股淡淡的酸味，这就对了。接下来是关键步骤，很多人就是在这一步失败的，把那块超细纤维布浸到水里，拧到半干的状态，就是握在手上不会滴水的程度，直接擦在玻璃上。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玻璃表面出现一层白蒙蒙的雾气，甚至觉得好像比没擦之前还要脏。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等待，这就是我要讲的黄金30秒，趁着那层淀粉水汽还没干透，呈现白雾状的时候，立刻拿起那条干的鱼鳞布，用力擦下去。你会感觉到布带着一种轻微的阻力，那是淀粉正在吸附污渍的手感。随着你手起布落，那层白雾会立刻消失。
原本粘在玻璃上的那些陈年油渍、灰尘全部被淀粉包裹着带走。擦完之后，那块玻璃会通透的像隐形了一样，比你新房入住时还要干净，达到验房师检查过的标准。不要再做那些死命擦，怎么擦都有一块块水痕的傻事儿了。用对方法擦窗户，其实可以很有成就感。算一算你就知道，这盆神仙水的成本不到2块钱，但它的威力绝对不只是擦2扇窗户那么简单。你弄了一盆水，就不要浪费，把家里所有玻璃制品一次性搞定，随时能省下不少冤枉钱。先说浴室，冬天洗澡最怕什么？就是怕热气让镜子变得雾蒙蒙的，想照一下镜子都要用手去擦，搞得整面镜子都是指纹和水垢。你试着用刚才那条沾了淀粉水的布擦在镜子上，干了之后你会看到一个物理现象，水蒸气好像找不到附着点一样，就算你洗半个小时的澡，镜子依然清清楚楚。这种防雾效果比你去五金店买那些化学喷雾更加持久，又不用担心吸入肺部有害。接着回到客厅，看看你那张玻璃茶几或者电视柜，平时吃点零食，玩玩手机，随手一摸就是一堆油腻腻的指纹，怎么擦都觉得黏。用这个方法擦完，那种通透感简直像你去高档商店看陈列品那么干净。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整天到处乱摸，这个方法不但可以清洁消毒，还可以让家具长期保持光鲜。说实话，就算你买了最贵的家庭保险，都保不了你看到脏东西时的烦躁心情，但这盆水可以做到。最后也是最值得的用法，就是如果你有开车的话，一定要试试擦挡风玻璃。平时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前面那辆大货车喷出的废气油烟全部粘在你的挡风玻璃上，日积月累形成一层洗不掉的油膜。一到晚上下雨，对向车道的车灯照过来，整个世界变得模糊不清，雨刷怎么刷都是蒙的，危险的要命。不要再相信那些民间偏方，或者傻乎乎去修车厂做几千块钱的玻璃镀膜。你拿着条鱼鳞布，沾上这点淀粉水去擦车窗，会看到抹布上黑漆漆的一块块，那些就是粘死在玻璃上的陈年油膜。清除之后，下雨的时候水珠会自动弹开，视野清楚的像戴了高清眼镜一样，几千块钱的效果，几块钱就做到了，这才叫真正的精明消费。说白了，很多人擦窗户擦到发脾气，不是工具不行，是脑袋不会转弯。你哪有见过专业的家政人员会选个烈日当空的中午去擦窗户，贪图它够亮吗？其实是自找麻烦。你试试在太阳最烈的时候擦，水一喷到那块热烘烘的玻璃上，就像往烧红的锅里倒水一样，滋一声立刻蒸发光，你手脚再快都快不过太阳。结果留下一块块白色水印，像皮肤病一样，擦完比不擦还难看。真正懂行的人一定是选阴天或者傍晚才开始干活。另一个常见错误是偷懒，光顾着擦玻璃不擦窗框。你要知道，窗框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积了不知道多少陈年灰尘。你擦干净玻璃，回头一阵风吹过来，窗框上的沙尘全部吹回到刚刚擦好的玻璃上，就像你去洗车场花几百块钱洗完车，回头又开去泥地里玩越野一样，完全是白费功夫。最后也是最多人犯的错误，手痒，觉得光是淀粉水不够强，自作聪明加几滴洗洁精进去，以为多点泡沫会更干净，大错特错，起泡容易冲洗难，你擦10次都还有残留，干了之后阳光折射出来那些五颜六色的彩虹纹，难看的要命。不要做那些画蛇添足的傻事儿了，简单直接才是最有效的。我教大家用几块钱的淀粉、白醋，不是单纯为了省钱。商家最喜欢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改个洋气的名字就卖贵10倍。赌的就是你懒得动脑筋。我们做消费者可以大方，但绝对不能愚蠢。与其花冤枉钱买那些华而不实的清洁神器，不如省下那些钱买份好一点的医疗保险，或者跟家人吃顿好的，总比交智商税被人当冤大头好。记住，生活的智慧不是用钱堆砌出来的，是用脑子想出来的。这盆神仙水的成本不到2块钱，却能解决家里所有玻璃制品的清洁问题。浴室镜子不再起雾，客厅茶几光洁如新。
汽车挡风玻璃视野清晰，这些效果加起来，市面上要花几千块钱才能做到。现在你只需要花几分钟时间，用厨房里本来就有的材料，就能达到专业级别的清洁效果。而且这个方法还有个好处，就是完全环保无害。白醋是食品级的，淀粉也是可以吃的。就算家里有小孩或者宠物，也完全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不像那些化学清洁剂喷出来的气味刺鼻难闻，吸多了对身体有害。残留在玻璃上的化学物质还可能影响健康。用天然材料清洁，既省钱又安全，还环保，何乐而不为呢？很多人总是抱怨做家务累，其实不是家务本身累，而是方法不对，导致事倍功半。就拿擦窗户这件事来说，用错方法的话，你可能要擦3、4遍才能勉强看得过去，而且过不了几天又脏了。但是用对方法，一次就能擦得干干净净，而且保持的时间更长。这样算下来，你不但省了力气，还省了时间，更省了钱。现在很多人喜欢在网上买各种清洁神器，什么电动擦窗机、纳米清洁布、进口清洁剂，花了一大堆钱，结果效果还不如这个简单的方法。为什么？因为那些产品都是商家为了赚钱而制造出来的需求，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真正有效的方法往往是最简单、最经济的。只是需要你动动脑筋，了解一下背后的原理。这个淀粉水清洁法的原理其实很简单，白醋的酸性可以分解油脂和水垢，淀粉的细小颗粒可以吸附污垢，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清洁系统。而且淀粉干了之后形成的那层保护膜，可以让玻璃表面变得更光滑，水珠不容易附着，灰尘也不容易粘上去。这就是为什么用这个方法擦过的玻璃可以保持更长时间的干净。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局限性？当然有，如果你的玻璃上有很顽固的污渍，比如长期没清理的鸟粪、树胶之类的，可能需要先用专门的工具刮掉，再用这个方法清洁。但是对于日常的油污、灰尘、水渍，这个方法绝对够用了。而且就算是那些顽固污渍，用这个方法多擦几次也能慢慢软化清除。还有人可能担心白醋会不会腐蚀玻璃或者窗框，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用的白醋浓度很低，而且擦完之后会用干布擦干，不会长时间停留在表面。玻璃本身是很稳定的材料，不会被这点酸性腐蚀。至于窗框，不管是铝合金还是塑钢，都能承受这个浓度的醋酸。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可以在窗框上先试一小块，确认没问题，再大面积使用。现在你应该明白了，擦窗户这件事儿真的不需要花大钱买各种清洁产品，厨房里的白醋和淀粉配合正确的方法和工具，就能达到专业级别的清洁效果。关键是要理解原理，掌握技巧，而不是盲目跟风购买各种所谓的神器。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复杂，其实只要掌握了窍门，就会变得很简单。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内容有用，不妨试试看，然后把这个方法告诉你的家人朋友，让更多人知道擦窗户不需要花大钱，不需要用有害的化学品，只需要几块钱的材料和正确的方法，就能让家里的玻璃窗户光洁如新。大家平时擦窗户都用什么方法？有没有遇到过擦不干净的困扰？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我们一起交流学习。下次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帮助大家用最少的钱过最好的生活。